好。嗯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每次都这么磨叽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我这轮胎吹气了，车里报警了。我打车去，帮我叫个汽车救援。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来不及了，快到时间了。嘿。 怎么开车了？不要命了？别乱变道。 师傅，你开错路了吧？这开哪儿来了？没错啊，这就是我要走的方向。
好久不见，刘铁浩，你真是没完没了啊！我想你。赶紧停车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我叫你停车！哎，赵总，我这边有情况，赶快报警，跟踪我的信号。好，挂了。哎，哎呀，真行，吓死我！哎，侯大公子，哎，看清楚了，侯爵
睡着了，在宁静的海边睡着了。我儿子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怎么想起来给老爸打电话？你才小兔崽子呢，怎么跟爷爷说话呢？你谁呀？你是？我是谁不重要。视频收着了吗？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心，他很安全。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，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求，不就为了求点财吗？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听着，5分钟，给我给你发的账号里头转50万，不行，100万。5分钟之内钱不到位，我让你大海捞针。喂，喂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
听说今天指挥演习的是个新教官哎，男的女的呀？厉害不厉害？不知道，肯定有些来头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今天指挥演习的教官，51，他的业务能力呢非常强，是公司一流的随卫。现在，他从一线转做教官，要把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传授给你们。今天的演习内容，就是根据他的实战案例设计的。11啊，跟大家说两句。是。大家好，教官好。首先恭喜你们，从普通学员晋升为初级随卫。今天的演习是考验你们在突发事件中的综合能力。你们需要将一份文件送到总裁办公室，拿到签名以后，再返回到出发点。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任何状况，你们随身的记录仪会记录下整个过程，作为评估标准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今天的演习得到了智荣建设的大力支持，为我们提供了演习的实战场地。我们大家要严格遵守物业的规章制度，不要损害公物，不要影响写字楼的正常工作。能做到吗？能。出发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现在考核开始，1号下车。是。你好，我是来智荣建设取文件的。我是去开个会，咱们见不到面了。晚上来我家给你过生日。又要大1岁，不想过。80也要过。1号，信号中断，有什么情况吗？1号，听到请回答。1号，听到了吗？有听到吗？怎么也在啊？要不是你生日，我和你妈已经在欧洲了。你要去旅行啊？哎呀，你爸嘚瑟，非要出国去玩，
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又不通，我怕他给丢了。你明白了。对了，赵总，你跟他们串通好了，这是我和小侯总精心设计的联合演习，怎么样？毫无破绽。耶！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不过生日了。那是你以前不认识我，认识我之后，不给你任何机会错过任何一个纪念日。许个愿吧。好。好了，十一姐，那你把许的愿给大家伙说说。哎，这不行，大表姐，这个千万不能说出来，要不然就不灵了。不管许的是什么愿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愿望里边一定有我。臭小子，你老是自我感觉那么良好，赶紧办正事儿吧。今天呢，我请大家来，是有2个目的。首先是给11庆祝生日，第2点呢，我是想跟大家说几句。这个故事呢，要从1年之前讲起。1年之前有一天，我出门的时候没看黄历，那天就特别倒霉。我刚出门，碰见我前女友，她给了我一张结婚请帖，我打开一看，新郎不是我。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在车里一个人生着闷气。这时候从天而降一个神奇女侠，砰，把我车砸了一坑，下车就跑了。我当时气不过，我找他理论，我就追了上去。刚追上，他就把我给揍了。我什么时候揍你了？我当时想，那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一天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那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。11啊，其实碰到你之后，你让我觉得我特别的幼稚可笑，但是又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勇敢、特别坚强。其实你在我生活中不光是救了我的命，也治好了我的病。所以我感谢那天遇到的一切，我每一个巧合，每一个瞬间，因为只要错过1秒，我就碰不到你。11，你刚刚许愿的时候，我也许了一个愿望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，这个玉佩我赎回来了。这是我妈给我留下的，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这就是我的护身符，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，你能帮我好好保管它。这个你要自己保管才行。11，我愿意用我的全部换2份好运。
管你是30岁、40岁、50岁还是60岁，只要你想去追求幸福，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谢谢你们。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别拜！要珍惜此时此刻，3年之后回想起来，现在才是最轻松、最放松的时候。51不是9秒54。速度！你行不行？我准许你现在退出51。首先恭喜大家，你们都通过了季度集训考核，成绩单就在我手里。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成绩排名：第1名曹菲菲，第2名吴小慧，全国3大锦标赛第3名50公斤决赛现场。现在东方51正在反击有效，但是这个微弱的比分落后。南方选手下面的反击有效，他继续晋升左右摆拳组合攻击。实际情况很被动啊！51反击了，漂亮的运动拳，51获胜，获得冠军。第7名51，第8名钟艳梅。孩子们呐，你的实战科目是第1，技术和经验都比他们强，你就是体能差点。你看看他，这体能是最旺盛的时候，这自然规律，谁都逃不掉。我要。就因为无能为力，所以才难过。
我开的够猛的呀，这个体能强。喂，海香，到哪儿了？啊？你快点开呀，别心疼油程吗？孩子，油门都要开穿了，极限了。你啥车我啥车呀？跟您的车能比吗？你可得了，早就告诉你换车了，你非不换，你老开这车救人，你车坏了还得救你。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山道转弯多，路况复杂，减速慢行，事故现场情况不明，安全第一。听见没，猴子，要敢慢点呢，安全第一啊！得，不包括你啊，你赶紧开，我到了我就直接开始了，不等你了。哎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太危险，必须等我，听话啊！喂，猴子，让我省点心行吗？喂，哎，是你过去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错了吧？你往哪儿开了？跟我开呀！赶紧回来！啊，行，我错了，掉头，马上。赶紧的，跟上。
救他！再拉他！老婆，老婆。救护车来了，坚持住。队长，人全都救上来了，今天我们可以早点收工了啊！你为什么要单独行动？我跟海星2个人。哎，俩人。我怎么说你们2个的？不是，刚才的情况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少听你那点经验。我们救援队的人哪个不比你经验丰富？哪个不比你干的年头长？但是这次我实在是离得太近，车速还快是吧？不就……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是，你回去好好养伤啊！谢谢。救人你也得听指挥呀你。我这不堵车，冲过来一看人在那儿，我不能不救啊！救人是第一位嘛。对，救人第一位。可是你自己得首先保证你的安全，才不会给救援工作增添不必要的、不可控的风险。这是原则。收到。生日礼物，哎，就是有点晚，为你签名售书买的。你这是哪儿晚了点啊？你这太早了，早了11个月。这是明年生日礼物吧？看你话里全是怨气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要支持我工作的。我还不支持你工作。我们认识快3年了，在一起的日子掰着手指头也能数得出来。这样下去可真不是个事儿。我呢，今年34了，我爸妈呢也催着我赶紧结婚要孩子，毕竟他们年纪大了，想要抱孙子。你呢，行侠仗义闯荡江湖也没个头。你觉得，要不然我们干脆就……你是想结婚呀？你直接说就完了，还绕这一大圈儿。我随时，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什么然后？喂，你好。哎，请问是51女士吗？哦，我是。啊，武天意是不是你父亲啊？是啊，他是我爸。又喝多了，现在人在我这儿呢，在居委会这儿。你过来一趟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啊，谢谢。大鹏，我爸那边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得赶过去看看。要不你先吃，多吃点啊，回头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天，你说说你这怎么这么乱呀？哎，别喝，自来水怎么能喝呢？还拉肚子了。那我给你烧热水，你自己歇着啊。没上班啊？都几点了，我还上班？再说了，我不来，谁给你交钱呀？你说说你啊，砸人公告牌干嘛？连赔带罚，扔12000。12000，早知道把我拘了得了。我这旧账还没还清呢，又给我加层霜。爸，我不求你帮我做什么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行不行？别给我惹麻烦。
51，赵总办公室领任务。是。11，你10点钟到亚氏集团取个重要文件。好了，去吧。然后开车到智荣建设，请总裁侯志荣签字盖章。12点之前，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回亚氏集团。没了，就送个文件。是的。那同城快递跟闪送不也可以吗？客户说文件很重要。重要他不自己去？就你话多。不是你这什么态度？工作不分轻重，都要认真对待。知道了。你站住！你耍脸子给谁看呢？给我自己看。成绩不如人，拿不到更重要的工作，生我自己的气不行。我可告诉你，就你这成绩，如果下季的考核你再落后的话，就会被淘汰。到时候，你连送快递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拿公司哪一层的？闪送28楼智荣建设。过去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小王，侯爵来上班了吗？好像没有看见他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您好，你好，我找侯总。我这里有份限时专送急件，需要他本人亲自签收。侯总，亚氏集团的人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侯总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神鹰安保的51，亚氏集团让我给您送份文件，需要您签字。谢谢。喂，爸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怎么上班永远迟到啊？我这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再来。我不是迟到，这堵车没办法呀。啊，你放心，马上就来了，别急啊。你怎么好久不见，侯总？小伟，喂，喂，爸，你不接我电话，还让保安不让我上来，没想到吧？
一件简单的快递服，加上一个过了期的工作证，我就站在你面前了。哎，爸，那边谁啊？小安，特别意外吧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？难道你会跟我好好说话吗？那边谁呀？啊！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？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能够冷静一段时间。等你冷静下来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。冷静什么冷静？我从公司带走我自己的设计方案，你说我侵权，你让我冷静。小伟啊，那也是你在公司在职期间设计的呀。那是我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自主设计的成果。你答应过我的承诺，你自己说你兑现过多少？是，小伟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人吧，告诉去吧。人做事情啊，他的思维不能太狭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一个人的心胸，他有多大啊，他的成就他就会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，小伟？已经3个月了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再聘用我。抱歉，我彻底毁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背后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小伟。把他给我关了！我关着！把他关着！你提任何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都。小伟，你别冲动，小伟，你别冲动。喂，小伟啊？谁？我是马勇啊。挂了，把电话挂了。不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谈的，只要你保证侯总的安全，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的。马总，你还真的不愧是侯志荣的半个儿子。跟你谈是吧？第一，立刻给我转账500万；第二，让他当众陆水平向我道歉，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！别，千万别！现在公司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现金呢？啊，要不你折中一下怎么样？我可以立刻给你转200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堂堂侯总的命还不抵500万？好，300万，1000万，500万。我把公司账面上的所有的钱、现金全都给你，行不行？小伟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侯总他的血压非常的高，医生说他一点都不能激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侯总啊，你的那个心脏病有没有犯啊？别废话，快点！哎呀，小伟啊，我的心脏好多年都有问题。你刚才这么一想，我心跳好快，我心脏难受啊，小伟。你装什么装？打劫知道吗？打劫！快点把钱拿来！怎么开始？哎。我碰到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就是差一点点啊！一点点，搞啊！你哪弄上来了？我这个是不要。能不能给他送一杯水嘛？我喝水。你给我老实点，听见吗？那样他会心脏真的会出现问题的。就一杯水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小秘书，就一个女生。你不用怕，什么事都不会有的，就一杯水。行，就他一个人进来。如果让我看到其他人，我马上弄死他。来，谁呀？谁呀？
送水。把水放哪儿？放哪儿？我得喝水。董事长得喝水，我能不能拿给他？把水给他，快！我还得吃药，我心脏难受，我得吃药。董事长有心脏病，不吃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吃药。药在哪儿？在那个柜子里面。你去拿，你去。啊，我拿。别耍花样。我这拿不了啊！你眼生气的，给我起来！什么你？进来。12点之前，务必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到亚氏集团。一上班就迟到，我们爷俩差点连面都没见上。你让人挟持了，跟我迟到有什么关系？别给我绕弯子。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你来说算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血压刚降下来。一会儿血压再上去呢，我又成了犯罪分子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犯罪分子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成为我们侯家的千古罪人。我干嘛了？我千古罪人？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自己去创业，我给了。结果呢？钱赔了个精光。钱赔了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有没有让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是要遭遇什么不测呀！我不知道你会用几年的时间把智荣建设给干倒闭了。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。他至少做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人还聪明。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爷爷把公司传给我，我再把公司传给你，我们是家族企业，你能不能做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气到被你气死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头哎，明天开始好好上班还不行吗？明天我就开始好好上班啊，你也别气了。入职第一课，我教你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说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我听不见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明明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，所以客户才会投诉你。怎么，资格老了，脾气也见长了？知道处罚规则吗？1个月不能上岗。回去反思反思，写检查。是。
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想去吃火锅。我在开会呢，今天一天都没空。我相信你能自己挺过来。小侯总好。好。小侯总好。好。早上好啊 ！Hello， 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哎呦，这是干嘛呢？这么激动？小侯总，小侯总还好吗？侯总没问题，已经回家了。加油！开心的一天开始了。小侯总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是咖啡、茶还是？咖啡。哎，丽丽，你叫他们把我这椅子换一下，坐着不舒服啊。小侯总是这样，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按侯总的要求统一配置的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行吧，冲咖啡去吧。哎。侯总的要求，侯总的要求，小侯总也是总呀，是不是？侯局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是不是？月月在哪儿呢？七贤路美露酒店。好的。怎么还没到？七贤路美露酒店0237，我的大眼猫，你不会又是迷路了吧？快来，我的爱。哎，这么巧啊！车借我用用。干嘛呀？这么着急？还不清楚呢。你慢点开啊，别违章。什么时候买车呀？带个步。你约这儿来干嘛呀？白泉就在这附近住啊。谁？给。谁的？看看吧。黄月白泉会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就是给你看看，不是给你的。以后别再一天800条微信给我发呀发的啊！我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，你再这么给我发，我只能给你拉黑喽。不是，你回家1月怎么还跟人结婚了呀？真的假的？这都不重要了，亲爱的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记住，有些女人是不靠谱的。我走了，拜拜。不是，别不靠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也回。怎么就结婚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各自安好吧，再也别见了，拜拜。这是给我踹了吗？我刚刚是被踹了吗？
哎，大鹏，你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明天就交稿。来了来了，你干嘛呀？想看片呢。服务员，你好，客人，我忘带房卡了，帮我开下门。你是住这屋的吗？是。你等一下啊。前台，前台。哎，收到。0237的客人说他没带房卡，是不是他？谁呀？真的是发小卡片的。让客人报一下入住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来跟你说吧。按这。我知道。朱大鹏，440303198609060017。身份确认。
妹妹，你们老板呢？我们老板在里边呢。哎，猴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浪费我一颗蛋。哎，别捡了，别捡了，哎。现在市面上1斤鸡蛋7块多，我进价6块多，合着一个鸡蛋成本1块钱。你说我由生做熟，加上我个人的创意，能卖到3块5一颗。你说里外里，这赔了小3块。你这怎么了？腰子让谁给撞了？红叶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就不够意思了。结婚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跟我商量吗？你有征得我的同意吗？黄叶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。女友嫁人了，新郎不是你，真的假的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被绿了？哎，这事根本就不重要，猴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一好事。首先呢，这女的我压根从开始就没看上她。你说她空有一副皮囊，灵魂一点都无趣，这人上大街上捞不海了去了，对吧？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能持家、会干活的好姑娘，好不好？不是我窝囊，我恶心，我每天掏心掏肺的，对吧？我专心致志的对她，这个那个，今天突然给我整这出，这个，你就给打听打听，谁把我绿了？行，这事儿我给你办了，那我也能打听打听吗？你这腰子被谁撞了？嗯。不是你那鸡蛋掉地上好吃啊，天天啊，这么大人都掉地上还吃，恶不恶心啊？哥吃的不是蛋，是钱，看见我都难受。来，海星炒饭2.0，为你量身定制的微笑。我看不了这个微笑。朱大鹏啊，你不是说你跟他分手了吗？啊，他怎么发那么大火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。我李雪梅是个正经女人，你要是想玩我，没门儿。瞧你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但是他不接受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说你找什么人不好，非得找个女保镖谈恋爱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精打呀？我那是年少无知，虚荣。前两天朱大鹏说。我们认识3年，加到一起，见面不到2个月。你说，他出轨是不是我的问题啊？如果换了别人，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嗯，不一定。如果换了别人。他不能理解和支持你的工作，他会给你提分手，这是起码的尊重。他呢？啊？这边跟你要结婚，那边跟别的女人鬼混，这算什么？这是渣，单纯的渣。我觉得你啊，你不要再给他找任何理由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太相信他，他说什么我信什么，把我骗得死死。海星怎么就那么不靠谱呢？不是爱情不靠谱，是你们俩的关系本来就不靠谱。你自己也说了，你们在一起3年了，这3年，你除了休假的时候能跟他见一面，平时就是靠微信、靠视频来维持，不吵架不闹矛盾，你们的感情温度就在30度左右。亲爱的，低于体表温度的30度，我们洗澡都嫌冷吧？可是生活中不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吗？那怎么的，天天学死腻活，一天不见就上吊啊？那也不是。我就是觉得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你说，我爸这些年一直在折腾，把家里的底儿都折腾光了。我知道他是想表现给我妈看，想争口气。我能说他什么？什么都说不了。我是他女儿，我只能帮他一起扛。可是我扛不动啊！我还了这么多年的债，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掏空了，我也没有还清。跟朱大鹏呢，
3年的感情，说没就没了。还有我自己，我现在体力下降，接不着大单，还被客户投诉。啊，怎么就那么累？我有点快撑不住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嘛？回家啊。你冷静冷静，我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再在什么呀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去你的家是不是天经地义？不是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我今儿更不舒服。都是他给你弄的吧？我觉得不太适合你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这么大，这买的什么呀？当心别刮到门。哎，左边，左边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丽丽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小侯总买的。这边走。小侯总买的，那么大一件儿。小侯总，你买的东西到了。每次都做那么快到了。慢点啊。拆开，拆开。椅子，还给我刮花了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嚯，这个颜色太好看了。怎么样？摸摸这皮质，哎，头层小牛皮，怎么样？坐着看看，来，角度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舒服。你上来试试。转一圈，哎，哎，我再坐。哎，这角度能给特别多，所以你坐下去不会很难受，就很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像你们这椅子坐每天之后，那腰也疼，腿也疼，哎。哎，侯总，坐试试，来试试。还角度呢？这椅子哪儿来的呀？我新买的。够有钱啊！这椅子不太适合你，把它搬走吧。搬走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要搬你那儿去啊？别呀，我刚买的，让我坐2天，我给您订把新的好不好？谢了，我不需要。办公椅是按规矩给公司的员工定的，你不能搞特殊化，坏了公司的规矩，明白吗？不是我那个椅子吧，它那个角度我也不知道说不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一坐完，我这腰也疼，屁股也疼，严重影响了我努力工作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公司的所有员工没有一个因为这样的原因给我投诉过，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就你觉得不舒服，是不是这儿出问题了？那我跟您说啊，这我正经跟您说，啊，设计的精髓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人体工程学，你坐上去就舒服。这你老牌设计师最懂这个了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公司的规矩比你的人体构造
更重要，你的屁股不比别人特殊，立刻让这把椅子从我眼前消失。这不是商量，这是命令。OK。命令？当自己首长呢？我就不搬，搬我是你儿子。开门！啊！朱大鹏，开门！十一来了。哎，你别怕，我上了铁链锁，他进不来。朱大鹏，你给我开门！你别说话，我去打发他走吧。一定不要说话。嘘。十一，我已经把你的行李送到物业了。我来拿我的金牌，把门打开。我去给你拿。你别碰，我自己拿，你不许动。你要是进来再揍我一顿怎么办呀？他在里面。没有人。我警告你，把门打开，我拿完金牌我就走，你别逼我。不，你也别逼我呀，我保证我不碰它，给你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。这位先生有眼光啊！我们现在啊，厂家在做活动，只用付10%的体验金就能帮您给安装好啊。试用3天，你满意了再付尾款。像您看这款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经典款，安全系数极高，你没有钥匙绝对打不开的。哦，那我们再看看啊，再看看。哎，好，您慢走啊。这门结实吗？哦，我们这门啊特别结实，你看我们广告牌，星辉上岗，小偷下岗。把人反锁在屋里，能出得来吗？原则上来说，要么饿死，要么跳楼。就他了。哎，好嘞，姐。就这儿。您这本身就是防盗门啊。这门不结实，进了不该进的人，装吧。啊，行。但是姐，你能出示一下身份证、户口本之类的吗？我们也得为户主负责嘛。您这身份证上面的地址跟这儿不对啊！哟，十一，这干嘛装防盗门啊？啊，对，踢球去了，李叔。是啊，好，回见啊！回见。哎，怎么着？让我把周围的邻居都叫出来证实一下。对不住了，姐，马上安啊！哎，来，走，一起来。怎么了？防盗门。他是要给我们锁屋里啊！哦，你快去啊！去哪儿啊？你去搞定他！
你打得过他哪句啊？我就打得过你。还行。哎呀，你给我弄过来了？怎么弄过来的？推来的？那不然怎么着扛过来啊？败家孩子，这不废轱辘吗？你看，赶紧别看了，弄上去快。还行啊，哎，这皮子不错啊。走，那必须上签吧，天哥，天哥。哎呀！这个呢，往左边转2圈就锁住了啊，转3圈就反锁了，里面的人啊就出不来了，除非啊他有钥匙。来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 3天后来这个家找一个叫朱大鹏的拿尾款，放心，他有钱，不会赖账。好嘞，姐。放心，防盗门很结实。我们这款 X7啊，搭载了最新的4.4升 V8发动机，最高能达到530马力，配合新一代的 xDrive 智能全新驱动系统，极大的提升了操控体验与舒适性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有什么可以帮你忙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好。那天对不起，修理费多少钱？ 那单子自己看吧。3800。怎么了？原装进口的，车漆多少钱不知道啊？给我挂那么大一块儿。本来我都想找保险公司赔了你，非要负责。那你看我也不能不成全你这心意啊。对，其实我不知道。 付款码给我，还挺痛快。付款码，行了，660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只有这么多。你拿660。 出来给我谈赔偿呢？你逗我玩呢？剩下的我先欠着，下个月发工资我会转给你，利息按银行算。哎呦，哎，你不会是骗子吧，大姐？啊，假装磕一下我车，跟我说赔偿，回头来骗我银行账号。要不行，我把我银行账号先给他也行。你拍个照，我要是不赔钱，可以告我。 51，你这什么名儿？也有可能。哎呀，哎，你等我。记得把账号发给我。
这什么脾气？你看现在欠钱的都是爷，挺有个性。中奖了。哎，不是前面那个，瞧瞧我的，追尾知道吗？你全责。哎，谁全责呀，兄弟？你追尾你不全责怎么着？是跟谁兄弟呢？咱别横啊，讲道理，你刚才。你突然变道也没打灯没减速的，对不对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突然变道没打灯没减速？哎，你这么说没意思了，我们都看见你了。怎么说有意思？你哪只眼睛？你要干嘛呀？拍个照，校长说理了。对，拍个。哎，谁让你拍的？要不弄吧？你说我干嘛呢？捡起来。我捡。跟我说话呢？啊？动手干嘛？捡起来。哎呦，爷爷我在号里好多年，一直捞不着人打，快给我憋死了。今天你中了头奖，你是没捞着人打，还是被人打傻了呀？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动手了，我都别给。哎！谁啊？咱俩认识吗？哎，小魏，行啊，有出息。老爷们打架叫女的帮忙是吧？打你怎么了？我不打女人，知道吧？5号码头知道吗？明天中午12点。哎，咱俩单挑，你要不去，我就把这照片放网上，我恶心死你。对面他来。什么人？开的什么破车？什么毛病？没事吧？大姐，我知道你能打，那你该收手势再收手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俩这么打下去，不是你伤就是他伤，医药费不说，大家都是被刑拘的，我是在帮你。我用你帮忙，我本来都要赢了，我那一拳就要 KO 他了，你飞上来。行，我看在你这个见义勇为的份上啊，你欠我的钱就算了，好吧？但是从今天不是从此刻开始，到以后的永永远远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好吗？太好了，不送啊！神经病！哎，我操，肝儿疼，锤死我了！这个你怎么那么冲动呢？太能打了！我手机掉哪儿去了？肝儿疼。没睡，还行。这俩还是被我打的呀！走，大姐挺厉害呀。进来。侯总，刚才侯爵的好哥们海星给我来一电话，说什么？说咱们小爷不知道怎么惹了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。什么？他跟他约了明天中午要单挑啊！我跟他说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去，那样会出事儿的。这不，海星也劝不住，没办法，只能告诉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这个臭小子，他不惹点事儿，他是不是心里不舒坦呢？您别着急，他是不是嫌我活得够长啊？你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，去，叫他过来。侯爵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我现在要是把他叫过来，您爷俩非得干起来呀！海清跟我说了，他说这事儿不能让侯爵知道是他说的，他没法做。要不咱们就想想其他的办法。没什么办法。
哎呦，你能找到那个小混混吗？我想想办法，但我不敢保证。红中，4高，刚。可以啊，小伙儿。哎呦哇塞！红中。能不能快点？送钱的来喽！出海啊！7万，别动，糊了。他叫刘铁浩，我是托了人才跟他联系上。哎呀，他是因为大家都被劳改了3年，这刚放出来，不知道怎么就盯上我们小侯总。他说没有10万块钱，这事儿摆平不了。我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，我怎么会跟一个小混混打交道？这事要传到外头去，多丢人呢！你去财务那儿领10万块钱，一定让他在约架的时间过来找你拿钱。我要确保在那个时间段他不在5号码头。放心吧，侯总，我已经把保安部最得力的2个人派去保护侯爵了。这样，万一那个刘铁浩不守规矩，我们也有人在那儿看着。嘿嘿嘿嘿，干嘛呀？我老板点名要看你的照片，那样才能证明你没有去5号码头啊。哎，闭眼了？闭不闭眼，你都是个劳改犯。怎么说话呢？够意思，明白人。得了您嘞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谁让你们来的？小侯总，侯总让我们来保护你的。侯总，怎么哪儿都是侯总？赶紧走走走走，快走！哎，你站那站那，回来！你干嘛来了？
谁让你来的？我来看看，那个人没来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来？他要是来了呢？他要是来了，看见你跑了怎么办？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这么烦人呢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来看什么也没事啊？我不来，我觉得心里亏欠你的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我来了呢，没帮上忙，但是我心里踏实，咱俩也扯平了，以后你想让我出钱都不可能。你欠我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来才是欠我的，没你什么事，老过来掺和什么呀？什么也干不了，净给我找麻烦，丢人，这丢不起那人。哎，杨姐，啊，你慢点说。啊，我回来，没事，我来了。哎，马总，马总回来了。杨姐，哎呀，豪杰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这吓死我了！没事，这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多吓人呐！天哪！哎，血在屋里啊！不是啊，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我买菜回来就看见了。不是你们这物业，我们住你们房子最基本的安全负责不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张姐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已经拍照取证，后续有什么进展，我会及时通知您的。那这都没干，你赶紧查监控看谁干的。这个监控刚好坏了，我们正在抢修呢。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加强管理的。行，赶紧修监控去吧。你联系那个厂家，把我防盗门换了。哎，好的，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就出去买了个菜，我回来你可就，我要是不去买菜，那坏人他就进不来，就不会这。这是好事儿。您要是在家，坏人进来更危险，那我更担心啊。好了，不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咱给他擦了吧，看着太难受了。好。哎，算了，您歇着，我擦啊，歇着。哎呀，吓死了！对不起，侯总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我以为把钱给他了就没事了，我没想到他还跟踪我。那现在他嫌钱少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侯总，这有一封您的信。你拆开看看吧。啊？我这也有一封，跟这个一样的。当我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，我只是以为有人搂草打兔子似的要挟，不就是为了要钱吗？现在看来可没那么简单，一个是在明处敲诈，一个是在暗处威胁。侯爵只是得罪了两茬人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两茬人。那这下麻烦就大了呀！为了侯爵的安全，让他先出国避避风头。刚把他从国外逮回来，又把他送出去啊，这叫放虎归山。到时候放他出去，不知道他又会野成什么样。再说了，国外不一定比国内安全，明白吗？您看看，现在连侯爵的住宅也不安全了，那你还不让他躲得远远的？要不然，给他请个保镖。您看您自己出那么大的事儿，都没想到请保镖，先给儿子请。有什么办法呀？谁让我是他亲爹呢？要不然，我帮他找一个女保镖吧，就那种岁数大一点的，既能保护他，还能替我管管他，避免他受伤害是一方面，防止他再去惹是生非，这才是根本。哎，上回救我那个女孩，你不是说她就是做保镖的吗？那个女孩还不错。我看了她的证件，是神鹰安保公司，
叫51。这女孩看上去干干瘦瘦、文文静静的，一开始我还真的以为她是个秘书。我就是需要这样的人，稳重成熟，再加上她那天见义勇为，她的品质一定不错。这样，我们现在就去神医安保公司。喂，赵总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你看，这是11的个人简历，进来。哎，11，快过来。侯总，11看看，还认识吗？你好。你好。侯总点名要跟你签工作单，保护他侯公子3个月，明天上岗。谢谢侯总认可。11啊，智荣建设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公司规定，任何理由都不可以伤害客户的利益。我不想为自己辩解，毕竟是我没有按时完成工作。11好样的，你这个是见义勇为，公司一定会对你进行表彰。那就请侯总给11介绍一下情况。哎，我来吧。那个，这个是侯爵的照片，我想你们那天也见过了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小侯总早。小侯总早。小侯总早，小侯总早，小侯总。小侯总。丽丽啊，给我冲杯咖啡。小洪总你好。丽丽，丽丽呢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这是哪个部门的？这位是您的新助理，我也是刚刚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就这样了。我是你的助理51，今天第1天上班，请多关照。我怎么不知道我招助理了？谁招的啊？侯总。谁？侯志荣，侯总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工作。你哪有工作啊？你被开除了已经，收拾东西走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侯总，侯老板，什么事儿？你雇的。还满意吗？满意什么？对外说是助理，实际上是从安保公司给你雇的贴身保镖。对外是给我雇了一个保镖，实际上是你找了一个人24小时看着我。你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？你不要随意改变我的生活，好吗？有人破门而入，有人要打击报复，是他们要改变你的生活，不是我。谁要打击报复？你以为那个人没去5号码头，这事儿就算完了吗？要不是他从我这儿拿了钱，你以为他会放你鸽子啊？啊？侯总，你消息是真灵通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们没有改变我的生活，那就是我的生活，我自己说了算，请你不要插手好吗？
我也告诉你，保护你的安全，就是保护家族未来继承人的安全。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决定。谁带他出去吧。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能走？如果我失职，没有按合约保护好你，被开除，我才会走。那太麻烦了。这样啊，侯总给你多少工资，我给你2倍，你赶紧保护别人去。已经好了，去报表，你再检查一下。好。不答应是吧？那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麻烦你从外面把门给我关上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咖啡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您的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。这是什么咖啡啊？啊？帮我换一杯手冲咖啡。好的。您的手冲咖啡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回来。你会不会冲手冲咖啡啊？这温度根本不够，这咖啡豆都没散发出它本该有的香味儿。好的，马上帮您换一杯。您的咖啡还满意吗？凉了。帮您换杯热的，加热过了。什么叫加热过了？微波炉打的吗？啊？咖啡是可以加热的吗？你对这杯咖啡有最起码的尊重吗？我问你。啊？要不我再帮您换一杯？不喝了，一天的心情都整没了。你是那个舞刀弄枪的51吗？是我。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多指教。你这性格不是挺火爆的吗？啊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啊？早上吃药了？突然懂得温柔贤惠了？谢谢你对我的肯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给我笑什么？保持微笑。没事。那有事您叫我。我先出去。哎，把这个咖啡端走。好的。你跟我好的。其实吧，我对你们保镖这个行业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。那既然你都是我的保镖了，就给我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7年保镖了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没了？没有了。糊弄谁呢？详细的自我介绍，你这是什么呀？我问你啊，你那回跳楼追的那人是谁啊？没谁，训练任务。啊，你们训练跳楼追一个柔弱男子，还揍一仗？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跟我直说没事。男朋友吧？你就说嘛，都能理解。我们后面还有很长时间需要相处，对吧？多沟通有助于我们日后好相处。
做你男朋友是不是也是高危职业呀？啊，动不动就动手，动不动就挨揍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什么也不敢讲。干什么的？师傅，下车！你们撞人了，下车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开的车？把我是不是给撞了？你们说怎么赔？车是我开的，跟我说吧。2万，给我们2万，我们马上找人。碰瓷儿是吧？碰瓷儿的，碰瓷儿是吧？你，那你遇上我算你太幸运了，我就不凭你怎么着，不凭你说谁碰瓷？哎，抓我领子是吧？是不是要给我动手？是不是动手？是不是要动手啊？山川，别动手，好好说。这管谁事儿这是？行啊，不要绕疼，没疼。不错啊，你啊，有两下子，厉害。跟你那几个哥们说一下，对不住。什么哥们儿？哪几个哥们儿？刚才拐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一辆天使救援队的车，你的资料里显示你是天使救援队的队员。哦，是吗？我有队友在那边是吧？没看见他们。刚才躺在地上那个穿着救援靴，另外打你那2个人，虎口有缆绳勒过的痕迹，你的虎口也有，而且我能感觉到，他们不是想真的打你。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不用说了，我就是测试测试你，是不是会真的保护我，啊？结果还不错，这个功底还可以。哎，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帮我摆平啊？啊？这么想想还是挺开心的，有你们个人。我的工作是保护你，不是伤害别人。我就问一问。哎，前面那酒店靠边，让我停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马上到家了。我要现在上，我憋不住了。帮我停一下。哎。忍一会儿。停一下！来了！哎呀，干嘛呀？上厕所憋死我！哎呀，鞋！哎呀，永远不换鞋，真是。阿姨好，我是51。我知道。侯杰他爸打电话跟我说过了，就叫张姐就行了。在这边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尽管问我就行了啊。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就行了。你看，我还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双拖鞋。我自己带了一双。啊，还带了一双。我穿这个在家里方便，跟脚不耽误事儿。家里都不能放松。你的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我能不能先四处检查一下？检查？可以呀，随便检查。我一天打扫好几遍呢，到处都干干净净的。好的，我来。来，检查。
别动那画！哎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！干嘛呀你？没完了你啊！在工作呢，真是。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工作流程。这个房间被闯入后没有做过安全检查，我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录音装置或者摄像头。我用不着，你赶紧我出去，门口看着就行了。走走走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张姐，这个房间啊，那是书房。你干嘛呀？你别没完没了，我告诉你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出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是人家在工作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能保护你？谁知道呢？假正经的。什么假正经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要真能保护你，那就对了。我看看谁还敢闯进来，谁要闯进来，他揍不死他。你看完没有啊？出来！没完没了。谁呀？我叫的人来了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还叫人？你叫什么人啊？哎，你好姐，我们安装监控了，这个工作证。啊，进来吧。哎，好的。不是，装什么监控？谁让你装监控的？是我向侯总建议的，侯总觉得很有必要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装了，走吧，走吧。预防万一，万一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，或者说有些人在不该出去的时间出去了。你就是不该进来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讨厌！不说，我觉得应该安了，我心里踏实。他是什么？能让在家里装监控的，多别扭啊！师爷，你这个监控安给谁看呢？只有我。哦，对呀，就是一看有什么呀？他现在不是看着你，你怎么不别扭？哦，在监控里面看，你觉得不方便了？那也不行，家里装监控，你有病吧？隐私你懂吧？啊，隐私懂不懂？我来说来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还隐私呢？你大熊拉了屎，那屁股都是我给你擦的，你有什么隐私啊？真是。放心，不是每个地方都安的。啊，那也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装，不能装，听懂了吗？不能装，听到没有？今天你们要是装了，我就给拆了，看到了？嗨，你拆，你拆。那个还装吗？当然装，进来吧。啊，师爷，你忙，我去厨房收拾收拾啊。在那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整个客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还有，书房的那个角落装一个。好的。餐厅的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要看到大门。啊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要看到整个走廊。行。谢谢。还有这边，这个角落装一个，覆盖3个门的区域。不是，我不让你装，你听不懂吗？装我门口来了，不行，懂不懂？豪杰，干嘛？你给我过来，别在这里抢人家工作。你听没听见？过来。干什么？3。别装，懂吗？别装。2。来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来了？干嘛呀？过来！来了。哦，装完以后信号要覆盖到我的手机，还有笔记本电脑上，我要共享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开始吧。
那个姐，你看看手机，数据已经连到手机上了。说好安好吧。这袜子能套路吗？ 画面挺清晰的，谢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